车臣军特战指挥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波兰对他个人和车臣特战部队的制裁是一种认可，他本人对此表示感谢。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虎，我是虎妞。这段时间在顿巴斯地区的波兰雇佣兵算是被车臣特种部队打怕了。波兰宣布对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拉乌迪诺夫进行制裁，制裁包括禁止进入波兰、冻结阿拉乌迪诺夫在波兰的资产等。这几项制裁都是无关痛痒的。至于冻结资产，那也要阿拉乌迪诺夫在波兰有资产才行。关于波兰实施制裁这件事儿，也是遭到了阿拉乌迪诺夫的嘲笑。阿拉乌迪诺夫认为，之所以波兰会对自己实施制裁，是因为波兰政府让大量波兰雇佣兵到前线地区与车臣部队作战，然后这些波兰雇佣兵遭到了车臣特种部队的歼灭，最后被用裹尸袋装着抬回波兰。这就是波兰制裁自己与车臣特种部队的原因。随后，阿拉乌迪诺夫还对波兰承认自己战功赫赫、大量歼敌这件事儿表示十足的感谢。车臣军不仅仅收到了来自俄政府的奖励，还受到了来自波兰的反向鼓励与认可。其实说白了就是波兰单方面的无能狂怒，战场上是用实力说话的，而不是用制裁说话的。但话又说回来，毕竟波兰没有美国那种实力。先来说说阿拉乌迪诺夫。其实对于车臣特种部队，很多人只熟悉卡德罗夫，但要知道的是，阿拉乌迪诺夫作为卡德罗夫的助手，在车臣特种部队中的地位，相当于是俄军总指挥苏罗维金在俄军的地位。前段时间，阿拉乌迪诺夫被任命为俄军第2军卢甘斯克部队副司令。在俄罗斯完成4周公投后，由乌东地区的亲俄卢甘斯克部队组成了第2合成军，也就是俄军第2军卢甘斯克部队。要知道的是，即使是卡德罗夫，也只被任命为国民禁卫军上将，这也是俄军第一次任命车臣军官担任如此高的职位。由此可见，俄方是非常重视车臣武装的。为什么波兰如此记恨车臣武装？先来说说数月前的卡梅舍瓦赫村战役。据相关信息显示，波兰负责在卡梅舍瓦赫村协助乌军加强兵力与防御，但在随后的战斗中，即使波兰雇佣军使用了大量的迫击炮与无人机等远距离消耗武器进行打击，但依旧于事无补。在俄军部队的进攻之下，乌军与波兰雇佣兵被打得丢兵弃甲。随后有统计显示，总共有1831名波兰雇佣兵抵达俄乌战场，其中有378人在卡梅舍瓦赫村战役中被俄军一次性歼灭，还有272人逃回了波兰。还有就在前段时间，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表示，车臣的特种部队在红利曼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全歼了来自于波兰整编旅下属2个团的雇佣兵军队，击毙了包括团长在内的数名敌军，还俘虏了该兵团的副旅长以及相当数量的波兰雇佣兵。这怕是距卡梅舍瓦赫村战役以来，俄军对波兰雇佣兵打击的最大收获了。据该名被俘的副旅长称，这只是波兰雇佣兵的其中一部分，预计后期还会有源源不断的雇佣兵加入战场。其实，在阿拉乌迪诺夫看来，这些源源不断的波兰雇佣兵的最终下场是有2个：装进裹尸袋里与逃离乌克兰。现在的波兰真是又出钱又出人。至于波兰为什么这么积极，大的来说是为了削弱俄罗斯追随美国，小的来说是为了在后俄乌冲突时代得到自己想要的。因为一旦乌克兰脱离战争，就意味着北约等国要开始对乌清算了，割地赔款是免不了的。乌克兰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个局搅得越乱越好，最后各国疲于应对的时候，波兰才能趁机分一杯羹。但要知道的是，算盘打得太响是会被听到的，况且波兰只是一个小国，那点小心思怎么不会被发觉？显然，无论是北约还是俄罗斯，都不是波兰所能设计的。一旦引火上身，把2方都惹了，到时候可没有谁愿意站出来援助。
现在，俄军将总指挥换成苏洛维金大将后，俄军就对这批国外雇佣兵特别关照。再加上普京之前说过，凡是国外雇佣兵不享受战俘待遇，车臣部队也是对这批国外雇佣兵屡下狠手。波兰雇佣兵还留在乌克兰境内作战的人数仍有不少，但整体上的劣势使得这些人在面对俄军时又很难占到什么便宜，被俄军反复打击，损失惨重已经是快成家常便饭了。就算没遇到俄军而遇到了车臣军，那下场同样是好不到哪儿去，甚至可能会更糟。摆在这些波兰雇佣兵面前的，可以说已经是生存还是毁灭的经典问题了。